曾经非常火爆的电影《叶问》事后不久，他的拍摄内幕遭到曝光。当时为了追求真实的武打效果，洪金宝请求那位英国演员不要只做样子，而要实打实的真打。那位英国演员再三犹豫，听从了洪金宝的决定，进行真打。结果拍完戏的当天，洪金宝脸上血肉模糊，身上伤痕累累，直接被送进医院救治，就连嘴巴也被缝合了4针。为了一场打戏中的真实效果做到这种程度，这样的洪金宝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样的演艺精神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效呢？我们来看看他在演艺界拥有的地位。作为演艺界的大哥大级人物，洪金宝凭借实力与人品，在香港的电影界辉煌了几十年，并且他自身也有着过硬的真功夫。从他创办的洪家班的武打功底就可以看出，他曾经自曝李小龙和刘家良是自己打不过的，而且也曾经自嘲式的说，如果年轻20年，我完全搞得定拳王刘海龙。当时大家都当玩笑话听了。当时的刘海龙33岁，年轻20年只有13岁，别说打了下，都把他吓哭了。但老先生想表达的是，要不是自己当时已年老，如果正值壮年，打败拳王刘海龙是没有问题的。可见老先生的心气不一般呐。洪金宝的武术以刚猛为主，大巧不工，这可能也与他的身材体型有一定的关系。成龙的武打动作多以搞笑特技，让观众看着很炫为主要的表达形式，而李连杰的武打则是俊朗潇洒，灵巧更多一点。这与他常年练习传统武术，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底，武术架子比较好看有很大的关系。武术风格的不同，使得洪金宝的武术让人看着总觉得很过瘾，拳拳到肉，出的每一拳每一脚让观者感觉仿佛就在现场身临其境一样，完全能感受到重拳的压迫感。一套动作下来，让观众直呼过瘾，这是成龙和李连杰所不能带来的观感效果。过去的武打动作演员真的是千里挑一，要么是功夫世家，要么是全国武术冠军，要么是在武行里一辈子摸爬滚打的，从龙套成长到主角的资深演员。所以他们的武打作品除了有着各自的风格之外，观众看了也都有着不一样的精神满足。反观现在的武侠电影，除了特效就是慢动作小鲜肉，演员们可能连万个剑花都不会，早已没有了当年武打片的1/3的风采。虽说现在影视制作从服道化、后期等方面都已比过去有着很大的提升，但是从武打演员敬业精神这方面来看，再也不会有洪金宝、成龙、李连杰这样的资深艺术家了。再有洪金宝创办的洪家班的也是不容小觑的。电影中那些舞刀弄棒的招式、跌宕起伏的剧情，几乎都是由洪金宝指导和监制。他既是演员，又是导演，再加上动作指导加编剧制作人于一身，他所拍摄的诸多电影造就了许多无法复制的经典形象，造就了电影业的辉煌时代。洪金宝大哥大的称呼也由此而来。洪金宝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动作巨星，且还独具慧眼。他的洪家班在创立的几十年中培养了许多巨星出来，像众所周知的曾志伟、关之琳、钟镇涛、彭于晏等都是由洪金宝捧红的。还有刘德华，最早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，在跌入低谷时，幸得老先生的力捧，才成了后来的天皇巨星。这其中有老先生的独具慧眼，也有着老先生过硬的人品，才能做到如此。现如今的洪金宝已快70高龄了，从近期的照片中发觉他瘦了不少，本以为是身体欠佳，但妻子高丽红出来解释，是因为减肥才变瘦的，毕竟千金难买老来瘦嘛，这也是为身体着想。作为大哥大级的人物，他的家庭生活是怎么样的呢？洪金宝的第一位妻子曹恩玉是韩国人，那时因为到韩国拍戏，受到曹的照顾，日久生情而结合。在妻子给他生完4个孩子后，洪金宝遇到了港台小姐高丽红，而后和妻子曹恩玉离婚，娶了高丽红为妻。这样做的洪金宝少不了受到不少人的指责，认为他这么做很不地道。但后来第2任妻子高丽红的做法也慢慢的改观了很多人的认知，这其中包括高丽红为了前妻的孩子
而选择自己不生孩子，对前妻的孩子视若己出等，来表达对洪金宝的真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吧。作为功成名就的明星大咖，选择自己的真爱，一定程度上也无可厚非。在现如今鱼龙混杂的演艺界，像洪金宝这样的敬业精神已实属不多，包括像现在屡屡曝光出来的抠图 P 图现象等，是极大的对观众和消费者的不负责任。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职业操守，而最终能守住这份操守的人，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人。为洪老先生点赞，也希望洪老先生能好好保重身体，好好的颐养天年。也希望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多些敬业精神，多些职业操守，让这个世界多一份真与善。亲爱的读者，你说是吗？